本期视频呢，我将结合前两天刚刚出财报的 CoreWeave 以及昨天刚刚出财报的 Nebius，他们的2026年二季度财报数据和我自己投资的 SpaceX，它在 AI 相关的表现进行一个对比。那么我现在投资了 SpaceX，我认为 SpaceX 已经变成了一家 AI 公司。在昨天 SpaceX 的全员大会上，马斯克也说，最快9月 SpaceX 它的 AI 收入就将超过太空收入。所以呢，Ace 把自己的持仓表格，我的 Google Spreadsheet，其中 SpaceX 的板块改为了 AI，而不是以前的太空了。那么本期视频会带大家过一下 CoreWeave、Nebius 一些财报，我认为对我投资 SpaceX、投资这个算力租赁这个行业有借鉴意义的地方。同时呢，我也会明确的表达自己对于 Nebius 的观点。我不是说它股价高不高、低不低，而是他们呈现财报的方式我很不喜欢。怎么不喜欢？会在接下来的视频告诉大家。OK，屏幕前这个图是我发在 X 平台上的，我对比了3家公司的部署算力、单季度营收，以及用单季度营收除以部署的算力得到的单位吉瓦的营收，还有最后就是2026年底的 ARR。这里面请注意啊，我不是去比较它的估值啊，因为坦白讲啊，去比较3家的估值不容易。你比如说 SpaceX，它有商业太空的业务，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 CoreWeave 和 Nebius 比较吧，Nebius 规模更小，市值反而更大。现在 Nebius 市值在昨天暴涨之后来到了700亿吧，然后 CoreWeave 呢580多亿，还不到600亿，对吧？那你怎么去比较？所以今天我在我的会员文字更新就说，目前不管是 CoreWeave、Nebius、SpaceX 也好，还是像甲骨文这样的公司也好，市场怎么给它定价，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更多的市场是想去买它的未来，看它的未来值多少钱。你比如说 Nebius 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投资者认为它的未来会比 CoreWeave 更好，尽管现在它的不管是年底 ARR 啦，还是目前已部署算力啊，是远小于 CoreWeave，对吧？所以呢，本期视频我不会去谈这些估值，只是想把数据给大家，说一些我自己基于这些数据的看法。先来看部署算力 ，CoreWeave 已经部署了1.5吉瓦，SpaceX 1.2吉瓦，Nebius 我放了一个我不想公布这5个字，对，它没有公布。我的估计呢，可能是0.3吉瓦或者是300兆瓦，很小，对吧？对，这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啊，就是规模非常小。目前来看啊，还没有到爆发期。单季度营收呢，CoreWeave 26亿美元，换算过来就是每吉瓦17.33亿的营收。SpaceX 21.9亿美元，换算过来是18.25亿每吉瓦的营收。Nebius 5.8亿美元，换算过来是19.3亿每吉瓦的营收。哎，这样乍一看，SpaceX 是不是最优秀？平均每吉瓦它能够得到的营收最高。但其实呢，这里面最好的，或者叫我们说占了便宜的吧，还是 SpaceX。因为 SpaceX 它二季度财报，在二季度它和 Anthropic 以及谷歌签订的合同才刚开始爬坡的阶段。具体怎么去想呢？这个图表呢是我在 SpaceX 二季度财报分析展示过的啊。Anthropic 算力租赁收入5月初签约，6月初满血计费；谷歌6月初签约，到10月才满血计费。所以呢，基本上吧，整个二季度真正从 Anthropic 谷歌计费的金额是肯定没有打满三个月份的，对吧？而我也在那个分析中告诉大家，SpaceX 公布了自己的 B 大客户 Customer B，这是第二个大客户，第一个大客户是政府。那么这个 Customer B，我怀疑就是 Anthropic，二季度贡献营收15.25亿啊。所以回到这里啊，整个 SpaceX 二季度的 AI 算力租赁营收只有21.9亿，但是仅仅只算 Anthropic 和谷歌以及二季度宣布的这个新客户算力租赁加总的单月营收已经达到了32.9亿啊，也就是说这3个客户都开始正常爬坡完成之后，每个月的营收至少会是32.9亿。所以呢，18.25亿每吉瓦的换算过来的营收，目前来看显然是低估了。总体来看，SpaceX 它的单位吉瓦营收是最高的，其次是 Nebius，然后再是 CoreWeave。
这一点我会在 Nebius 的 PPT 里面就做具体的分析，告诉大家为什么。其实无非就是每瓦或者每兆瓦或者每吉瓦，目前的价格变化很快，在持续的增长，对吧？所以你以前卖出去的算力呢就没有这么值钱，除非你新续约之后涨价，对吧？而你新卖的算力像 SpaceX 一样，新卖的算力比较贵，所以比较值钱。再来看2026年底的 ARR 就是年度经常性营收，CoreWeave 会达到190亿美元，SpaceX 是1000亿，其中包括 Cursor 的 ARR。Cursor 上次 ARR 达到了40亿吧，应该是40亿。那么他们的目标今年是有可能说达到100亿啊，所以呢，如果是100亿的话，相当于 SpaceX 除了 Cursor 900亿，Cursor 100亿，总共就是1000亿。Nebius 呢只有90亿。所以不管是从部署算力还是年底 ARR 来看，Nebius 都是遥遥落后的啊。然后单季度营收来看，Nebius 是不错的，但是肯定比不上 SpaceX，这是大概的3家的数据。然后刚刚这张图已经说过了，我就跳过。在说 Nebius 和 CoreWeave 的财报一些电话会议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SpaceX 的部署算力规模。那么二季度是1.4吉瓦，其实在昨天的员工大会已经宣布了，截止员工大会，也就是8月12号，已经来到了1.6吉瓦，所以呢，还没到3季度财报，已经来到1.6吉瓦。2026年4季度目标是2吉瓦，然后2027年4季度，明年年底的目标是5到10吉瓦，偏向10吉瓦，那么我放的就是8吉瓦啊，所以这个增速曲线大家可以记住，非常重要。而每瓦营收呢，马斯克是说30到50美元，换算成每吉瓦就是300到500亿美元，这个也要记住。为什么？我们接下来就会来看 Nebius 它的 Letter to Shareholders 2026年 Q2。我昨天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喜欢 Nebius 发财报的形式，有2点。第一点，昨天我其实是订阅了 Nebius 的Investor Relationship 这个页面的，所以呢，他们一旦有什么 newsletter，比如说财报，他们会第一时间发到我的邮箱，所以昨天我的邮件收到了，我就看了。但是当我看了之后，应该至少10分钟吧，我在电脑的面前去等他们官网的这一封 Nebius Group Letter to Shareholder，等不到。他们发给我邮件的是一些邮件形式的数字啊，并不是这封 newsletter。然后邮件就说 newsletter 已经在官网，但是我等了10分钟左右吧，至少可能更久，一直没看到 newsletter，直到8点半多我才看到 newsletter。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喜欢的是大部分公司做的，先把所有资料放上网站，同步的发这个邮件给订阅的这些 investor 就好了嘛。你先发一些信息，然后又没有这个 newsletter，然后又在邮件里面说 newsletter 已经上传，这应该不是说违规，但是我不喜欢这种不同步，对。然后还有第二个我不喜欢的就是 Nebius newsletter 的形式。首先啊，Nebius 它是没有传统的说一个 presentation deck 的，它就是这么一个 PDF，这个 PDF 就是他们的 presentation。你看啊，有一些图，有他们的 founder CEO 的说话，然后呢就有一些财务数据，下方吧应该是，对 ，That's all，没有了。然后它的图呢其实很少，就第2页吧，这个 A4 纸大小的，不是16:9横版的，它是就这一页没有了。我们看一下普通的公司啊，这里我不打开 SpaceX 了，SpaceX 当然做得很好。我们看一下 CoreWeave 的 presentation 就做的板板正正，很好啊。所有数据明明白白告诉你啊，所有 chart 写的数据很大，字很大，生怕你看不到呢。所有 chart 很清楚啊，我的表现怎么样？我在过去几个季度的 chart 很好找啊。而 Nebius 呢，我追踪 Nebius 2年吧，1年半2年了。其实说实话，我非常的 suffer，我觉得很痛苦去找它的数据，太难找了。你就是要去读这里面所有的表格，然后去看电话会议，然后去看他们这些 highlighted 的数字才可以。这一点我不喜欢啊。我不是说它股价值不值得投资，我是说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不喜欢这样的公司打这种时间差，而且用这种形式来呈现你的数据，就不清不楚嘛。为什么你要搞得这么特立独行呢？对吧？然后呢，
这是形式上的。而实质上财报呢，我上次已经隐隐约约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没有说出来。这次财报我就特别想表达这个观点。他这家公司不告诉你我的部署算力是多少，所以呢，昨天我就找了这个文件，然后呢，我还去问了 AI，我问 AI 是不是真的没有？你看嘛，这里我问的 AI，我读完了这个 earning call，今天我还是没找到，就是它的 Q&A，然后我就问他，你帮我仔细看一下昨天发布的 Nebius 二季度财报，在任何地方，电话会议 transcript、官方 newsletter 或者 SEC 文件有没有提到二季度部署了多少算力？那么我得到答案就是没有。然后 AI 同时告诉我呢，这符合公司一贯的披露节奏。Nebius 只在年底给 Connected Power，也就是我说的 Active Power 了，一个意思就是部署的上线的算力，具体数字是24年25兆瓦，25年底220兆瓦，所以至少确认的是他们已经有了220兆瓦，这是25年底。26年800兆瓦到1000兆瓦，也就是0.8到1吉瓦。他们从不披露季度末的实际数，所以严格来说，就是你拿不到嘛。Q&A 他们也不会说，也没有人问，问了他也不会说，他就是讲哦，我就是不想按季度公布呗，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或者是目前作为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不是一个 norm，这是 abnormal 不正常的。为什么你不公布呢？要么就是你觉得你的瓦数少，你的单位小，用兆瓦都不是用吉瓦，别人都用吉瓦了，你还是用兆瓦，你觉得给大家造成的印象不好，给投资者造成的印象好像我 Nebius 是一家很小的公司，我不想要造成这种印象。要么就是你的发展速度不行嘛，你的发展速度不能够按季度的有节奏的交付，对吧？你没有信心去披露嘛？那我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不披露了啊。然后我回到这个图啊，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有个分析师就问 ，Do you still expect to end this year with 800 megawatts to 1 gigawatts？然后这个 Chief Product and Infrastructure Officer 就说是的，对。所以呢，这家公司他们去年年底有250兆瓦，0.25吉瓦。今年年底呢，他们的 target 是0.8到1个吉瓦。但是啊，很重要，下方公司回答说 ，In terms of our guidance from 800 megawatts to 1 gigawatts, yes, that's more. That's true about the connected, but I would think that about being active in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2027. 你们看这是什么意思啊？而且你们看这一段话，他的回答，这是AI 翻译的 ，by the way， 这是 Seeking Alpha 上 AI 翻译的 transcript， 所以呢，他不会说去添油加醋，他们说就是这么说的，断断续续的。你看第一段 ，Yes, absolutely, yes, we still expect to meet this guidance from 800 megawatt to 1 gigawatt of connected power this year, and also. There was a part about the Vinland concluding in 2027. No, the Vinland is the part of 2026 capacity and connected power. 如果你不去听的话，你光看这段文字，是不是就觉得这说的什么鬼？这很不流利啊，首先，对吧？所以呢，我想表达的第一点就是不流利。然后呢，他提到了这个他们应该是 New Jersey 的项目，我待会儿会告诉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同时呢，他们说我们的目标还是800兆瓦到1吉瓦，But I would think that about being active in 2027，这矛盾嘛？如果 Nebius 的投资者觉得我说的有问题，请在我的 YouTube 评论区告诉我。抱歉，我的 X 评论已经关掉了，只有付费才能评论。让那些黑粉就走开了。对，这你们说是不是矛盾？莫名其妙，对不对？然后，这边提到的就是这个 New Jersey 这个数据中心，显然 New Jersey 的数据中心出了什么问题，我就问了 AI，因为有分析师也提到了，你们 New Jersey 的数据中心有个投票没通过怎么办？AI 就告诉我，
新泽西州他们这个 Cumberland County 这个项目由 Data One 开发建设，但是呢，第二期项目一个300兆瓦的 Hyperscale 扩建方案，它受到了一些阻力，阻力的原因就是当地居民啊或者这些政府的阻力嘛，对吧？方案的核心特点是基本不依赖电网，主要靠和 Nebius 签约的 Bloom Energy 来供电，但是居民和倡导团体对 LNG 储存、燃料电池排放、耗水、噪音、透明度、房价等提出了大量反对意见。规划委员会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听证会被延迟到8月17号，也就是4天以后。届时将继续听取证词和公众评论。为什么我会去查这个？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了嘛。New Jersey data center site hearing adjourning without a vote. Can we just get an update on the site? How is capacity tracking with no vote taking place yet? How could this impact plans to ramp this site? 对吧？其实虽然这个 Chief Communication Officer 回答了一堆，但是他不可否认这个项目是延迟了。我想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修数据中心就是修这个过程要看谁来修，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你没有计划好，对吧？你中途才去找 Bloom Energy 这种方案，那么你中途肯定就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我喜欢马斯克，就是因为我今天还在和会员群分享，他现在卖算力看起来很突然，突然就卖给 Anthropic 和谷歌，突然就获得了一笔暴利。这些突然背后是他从1-2年开始，甚至5年前就想到的算力的重要性，对吧？大家都应该看过 Twitter X 平台上，他在10年前从黄仁勋手中拿过第一个当时正式的算力 GPU， 然后去年又拿过第一个应该是 NVL72 吧，机架之类的。就是他在去年就说过，我要 buy a shit ton of GPU， 买一大堆 GPU， 然后第二步点点点就是去盖数据中心，第三步赚 a shit ton of money， 赚一大堆钱。他早就想到这些了，只是他现在才去变现，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现在看到了这个所谓的算力，不管是 spot rate 也好，还是 long term 照付不误的这个价格也好，非常非常高，每吉瓦营收30到50，每瓦营收30到50，每吉瓦营收300到500亿。OK，我们回到这个 Nebius 的这个 newsletter，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重要的信息，我都标红了啊。第一点信息 ，ACV per 兆瓦 is stepping up。ACV 就是 average contracted value， 平均每一瓦或者每一兆瓦或者每一吉瓦它的 contracted value 在提高，对吧？请注意啊，刚刚我们用了瓦，用了吉瓦，这里呢是用兆瓦，其实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里 Q3 short-term capacity deals， 第3季度短期的一些capacity 的 deal 是40 million， 也就是4000万，其实就是40块每瓦或者是400亿每吉瓦。而这个数字在 Q2， 也就是这次财报的 deal 呢是20，所以仅仅从 Q2 到现在7、8月翻倍了啊！当然是从 short term 嘛，这是 short term， 也就是 spot rate 比较低。这个我在给会员朋友们 SpaceX 的详细分析里面详细解释过，什么是 ARR， 什么是 spot rate。在这里呢，就为自己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入我的会员社群，包括新开通的 X 平台 Subscription， 包括原来的 Patreon， 包括中国国内的哔哩哔哩 B 站充电加入微信群，对吧？然后如果你想加入 Discord 呢，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我的个人主页链接找到我的 Patreon， 通过 Patreon 加入最高级别就可以自动连接 Discord。好，我们回来，然后这个 ACV Average Contracted Value 平均价格2026年的 base 才12，所以2026年初从12到2季度20到现在 spot rate 一些现货价格40，年初到现在翻了3倍，2季度到现在翻了2倍。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说按照现在30到50的价格我们可以达到多少多少 ARR。那么现在已经 Nebius 再次 validate 证明了嘛，
Q3 现货已经来到了40以上，就是在30到50区间的上沿啊。然后呢，根据 Q2 20的价格 payback period 回报周期是1年10个月，也就是22个月。而根据 SpaceX 最新财报，马斯克说的 CFO 说的啊，我们的回报周期会是1年以内。那么这就是基于30到50，甚至是这个区间的上限，也就是大于40到50这个 ACV 单位算力租赁价格去算的。所以整体上 Nebius 它这个数据 validate 了马斯克的说法，他们是一致的，这是 consistent 的，这对于整个算力投资都是好事，不管你是投资 Nebius 还是 CoreWeave 还是 SpaceX 都是好事，对吧？整体上环境很好，价格在变高，每个公司都能拿到更高的营收，好吧？然后右下角 Reason Capacity Guidance for Year 2026啊，你们看到吧？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哦，1吉瓦、2.5吉瓦、3吉瓦、4吉瓦、5吉瓦，What the heck？这个是 contracted power，这个是你有多少电。我或者屏幕前的你们，如果你们是认真投资，或者是要 seriously 去看待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去看部署了多少算力，每个季度增加了多少算力，然后才看你的签约算力。马斯克他甚至没有告诉你我有多少电力。没有出现在 PPT，抱歉，他告诉了你，他说我们至少要准备15吉瓦，明年15吉瓦的电力，也就是说，按照马斯克的标准，如果他要放这个图的话，这个数字就是15吉瓦到20吉瓦，他没有去放在 PPT，对吧？你这个图应该放你每个季度有多少的 deployed power，或者按照不同公司的说法嘛，反正就是 active power、connected power，你不是 contracted power，对吧？还有回到刚刚这个 Q3 short-term capacity，这个我觉得不专业。这是2季度财报，不要在图表上去放3季度 short-term capacity 的 deal。你可以说，你可以在电话会议去说，没关系。你不要放在你的 presentation deck，你这个 presentation deck 只配放2季度，好吧？再看下面啊，CEO 发言 ：We closed 4 landmark deals for our AI cloud business for an average total contract value (TCV) more than 1 billion and a yield of 20 to 25 million per megawatt。所以呢，Nebius 告诉大家，我们签了4个大型的租赁合约，每个都超过10亿美元总金额。然后呢，每 megawatt 产生2000到2500万的收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20到25，这是低于马斯克说的30到50的，明显低于。所以呢，就是说，其实 Nebius 过去签的约是不划算的，如果他现在签会更高啊，这是第一点。然后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它的每吉瓦营收没有像 SpaceX 这么高嘛，就是因为走在后面就占便宜了嘛，因为你价格高嘛，对吧？比如说你去卖水果，同样一个苹果。以前1块钱一个，现在变成10块钱一个，对吧？那你现在去卖肯定更赚钱啊，但前提是你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啊。你之前1块钱卖的时候你卖完了，你没有了，你没有苹果去卖了，对吧？然后下一句 ，Together the expected payback period for the associated capex and related operation costs for Q2 is 1 year 10 months, down from 2 to 3 year payback period previously。所以以前这个 payback 是2到3年，再以前可能是5到6年。所以整个算力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 payback 回本周期从5、6年到2、3年，再到现在1年10个月，再到马斯克所说的不到1年啊，这个非常的 positive。再来看右边。The pace in which we bring capacity to market will accelerate as we plan to deploy more than 1 gigawatts per year, and we plan to do so starting 2027. 所以呢，公司说我们把数据中心带上线，从 contracted power 到 active 或者叫 deployed power，从2027年开始，每年会上线1个吉瓦啊，这是他给投资者的这个保证速度。1个吉瓦厉不厉害呢？你要看跟谁比，你跟 CoreWeave 和 Nebius 比，显然是你跟 CoreWeave 和 SpaceX 比，显然是落后的。为什么？明年 SpaceX 多少个吉瓦？2到8，6个吉瓦的增量啊。CoreWeave 肯定也是大于1个吉瓦的啊。
然后公司说 We are reaffirming our full year 2026 guidance across all metrics。这个没问题，这个看似不错，但是隔壁的 CoreWeave 他们在本季度提高了全年指引，而不是 reaffirming，而不是只是确认啊。所以在这点相比，我觉得 CoreWeave 更好，因为 CoreWeave 提高了指引，它是 beat and raise，对吧？这只是 beat，没有 raise。我看下面还没有东西要说啊。哦，没有了，这个就说完了。OK， 然后这边也都说了。接下来我跳到 CoreWeave， 直接看 CoreWeave presentation， 很简单啊。CoreWeave 呢就和 SpaceX 一样嘛，你大大方方说嘛 ，Active Power 1.5吉瓦，对吧？别人是放在所有数字的第一个哟，你看前面是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都是一些说明文字，第4页、第5页数据中心这个图，你直接做一张图不就好了吗 ？Nebius， 你干嘛要搞这么多有的没的？It's just so confusing。1.5吉瓦 active power， 对吧 ？Contracted power 3.7吉瓦。你要说 contracted power， 首先你要说 active power 啊，对吧？还有这边 added an additional 500兆瓦 0.5吉瓦 since quarter end。然后我看下面有没有什么数据值得分享的。有一个东西可以值得分享，就是这次 Nebius 它明确说明了我的 margin 更高了。对，为什么 margin 更高？也是因为算力更值钱了嘛。对，所以这对于所有公司都一样，所有公司的 margin 都会比以前更高。OK， 然后看一下电话会议里面关于 CoreWeave 的一些问题。公司说 ，Turning to guidance。As a result of continued strong execution, we now expect to end the year with more than 1.85 gigawatts of active power, up from our previous guidance of more than 1.7 gigawatts， 对吧？CoreWeave 把自己的部署算力目标从原来的1.7吉瓦上升到了1.85吉瓦，这就是 beat and raise 的一部分呢。你有这个算力的 raise， 你才有 ARR revenue 的 raise 啊，对不对？基本上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我就是想把这3家公司的基本数据，有多少算力，有多少营收，每一吉瓦代表了多少算力，算力目前的价格的走势，把这些基本的数据告诉大家。那么不管你是投资 Nebius 也好，你是做空 Nebius 也好，你是投资 CoreWeave 也好，你是投资 SpaceX 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有参考意义啊。然后我个人没有情绪，我真的就是不喜欢 Nebius 这种呈现财报的方式。至于 Nebius 的股价，我要恭喜所有 Nebius 的投资者，昨天股价暴涨了34%。那么我在很早以前投资过 Nebius， 后来就没有再做了。然后呢，之前有做空过，并且我在今天早上再次跟会员朋友们说，在255的价格，对，现在夜盘是254，我在255的价格进行了裸卖空。提示风险，这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这完全是把我的操作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卖空了多少，什么比例，什么计划，这些我都在会员群有分享。但是我也告诉会员群的朋友们，不建议去跟单，对，不构成投资建议，这个风险很大。我自己去选择255的价格进行了裸卖空，很小的仓位，也不会很贪心，如果有赚就走。然后也设置了一个大概的止损的点位，好吧？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用，希望不管你是 Nebius 还是 CoreWeave 还是 SpaceX 的投资者都能从中获得一些意见，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好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